男人在停车场邂逅了娇俏可人的红裙美女，可惜这个邂逅是单方面的，两人都不知道面前是块镀膜玻璃。美女旁若无人地照着镜子欣赏自己，男人却以为对方在散发魅力给他看，于是柳下惠自居的已婚中年男性萧汉春心萌动，起了不该有的念头。萧汉是个2点1线的上班族，工作稳定，妻子贤惠，家庭幸福，闲来无事便和3、5好友相聚，喝点小酒，聊聊近况。几个朋友中，萧汉最佩服的就是王坤，他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，且爱情观十分高尚，只相信一见钟情，是以一直处于黄金单身汉的状态。然而天妒英才，这枚黄金单身汉在一次晨跑中猝死，萧汉和几个兄弟在王坤的墓前沉痛哀悼。鉴于他死前还是个处男，好友刘磊特意请了位钢管舞艺术家送英年早逝的王坤。萧汉的4个兄弟只剩3个，撩妹无数的老司机刘磊、娘娘腔汤怀以及真正的老司机爱慕。萧汉和老婆沈红结婚多年，已经处于老夫老妻的相处模式，生活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早上，沈红为了节省洗衣服的时间，在萧汉上厕所的时候将他脱了个精光，接着又拿来一个心率检测仪。王坤那件事让沈红心有余悸，她担心丈夫也突然猝死。吃完早餐，穿戴整齐，萧汉开着车出门上班，停车场车位紧张，同事常见是他在抢车位路上强有力的竞争者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两人上演了一出速度与激情，萧汉的心率一度飙升到126。然而这次的赢家依旧是常见，他以0.1秒的优势抢先一步停好了车，萧汉只得另找停车位。这时红衣美女悠悠登场，她的裙子被管道里的蒸汽吹起，悠悠起初有些不好意思，看了看四下无人，便自娱自乐演起了玛丽莲梦露。这一切都被萧汉看在眼里。悠悠离开后，他也忍不住快步跟上，接下来就出现了镀膜玻璃那一幕。悠悠的一举一动让萧汉心跳加速，瞬间飙升到了136。收到心率报警的沈红急忙打来电话，询问萧汉是不是不舒服。萧汉敷衍了几句便挂断了电话。他坐在工位上，满脑子都是悠悠，结果想什么来什么。此时悠悠正独自坐在对面老板的办公室，萧汉不知道停车场镜子的玄机，他以为悠悠在向他发出邀请，于是便拨通了老板办公室的电话。在悠悠东张西望的时候，透过玻璃示意他接起电话。这时几个工作人员挡住了萧汉的视线，悠悠没来得及动作，回到办公室的老板玛丽莲便顺手接起了电话。萧汉率先开口，单刀直入开口约悠悠晚上7点半在蓝鲸鱼餐厅吃饭。殊不知电话这头并不是他的女神，而是女上司。萧汉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玛丽莲满脸不可思议外加一点窃喜，悠悠是公司找来的模特。萧汉看着摆出各种姿势的女神，一整天都无心工作，想入非非。他给汤怀打去电话，谎称自己晚上要见个重要客户，请他帮忙照看一下女儿乐乐。下班后，萧汉兴冲冲地回到家，换好衣服在镜子前搔首弄姿了一番。谁料沈红却拖着行李箱回到了家，好奇地打量着萧汉，问他穿这么整齐准备去哪。萧汉慌张地说自己是刚回到家，一边脱衣服一边还不忘问沈红为什么没去出差。沈红说老板的老婆怀疑自己老公和秘书有染，追到机场大闹一通，结果就是谁都走不了。萧汉的约会计划泡汤，他发消息到兄弟群，询问如何在老婆的眼皮底下约女客户吃饭。兄弟们热烈回应，各出奇招，手机的信息提示音不断响起。为了避免引起怀疑，萧汉只得慌慌张张地关了机。刘磊是这方面的高手，发现萧汉关机，他马上展开了部署，把兄弟几个安排得明明白白，还帮萧汉在蓝鲸鱼开好了房，算准了他今晚有情况。谁知这个开房消息被他女朋友梁莹发现，他哭哭啼啼来找沈红倾诉，沈红当即要陪梁莹去捉奸，萧汉自然帮着刘磊打掩护，他让两人先冷静一下，把事情说清楚再做打算。梁莹拿出手机给两人看了他收到的消费记录，萧汉瞥到蓝鲸鱼酒店几个字后，以为梁莹是刘磊派来找借口接自己走的，当即表示要一起去捉奸，还和梁莹使了个眼色。萧汉兴冲冲地下了楼，此时爱慕已经按照刘磊的吩咐等在楼下，他小声问爱慕计划是不是开始了。爱慕愣愣地说对，于是几人便上车前往蓝鲸鱼酒店。沈红为了防止几人通风报信，收走了爱慕和萧汉的手机，看来现在就是考验几人默契的时候。到达酒店后，萧汉吩咐爱慕和沈红带着梁莹兜风，自己先上去查看情况。沈红责怪萧汉搞不清楚状况，梁莹现在哪还有心思兜风，他让爱慕在下边守着堵人，自己带着梁莹和萧汉上楼捉奸。爱慕虽然不知道自己要堵谁，但还是乖乖等在了门口。这时玛丽莲按照约定来到酒店，她打扮的花枝招展，颇具女人味，刚下车就吸引了爱慕的注意。玛丽莲走进旋转门时，裙子被夹，误将处在门口还戴着白手套的爱慕认成了门童，招手示意他进来帮忙。爱慕对玛丽莲一见钟情，十分乐意效劳。此时萧汉三人已经找到了房间，沈红示意他将门踹开，没成想屋里的人真是刘磊，他这房间开的还真不浪费，自己用完兄弟接着用。刘磊则躲在门后，趁几人不注意顶着浴巾跑了出去。
萧汉追上他询问到底是什么计划。刘磊顾不得细细解释，一路狂奔。几人来到酒店门口，问爱慕有没有看到刘磊出去。爱慕只顾着看一个裸奔男人的光屁股，并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脸。一群人又急哄哄地赶到刘磊家，此时他正悠哉地包着饺子，还雇人送来一张银行卡，谎称那间房是帮客户开的。沈红和梁颖以为误会了刘磊，顿时有些不好意思。只有知道真相的萧汉一脸佩服地看着他。此时玛丽莲正在餐厅苦苦等着萧汉赴约。回到家的萧汉胡乱洗漱后躺在床上，脑子里想的却是被自己放鸽子的悠悠。翌日，萧汉在停车场遇到了玛丽莲，对方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用叉子划了萧汉的车，眼神像是要吃人。这还不算完，到了办公室，萧汉正跟几个基友视频，另外嘱咐艾慕来拿走手机。玛丽莲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来，问他电脑里的提案有没有备份。得到没有的答复后，将咖啡倒在了萧汉电脑上。萧汉满脑袋问号，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老板，为什么要这样针对自己。会议室内，常健正在讲解自己的提案。萧汉看着一旁悠悠的立牌想入非非，别人开会他开车。入戏太深的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脱起了衣服，好在他很快反应过来，借手上的衣服抨击起了墨守成规的创意，表示应该给客户制造激情，让他们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感受到坐过山车般的刺激。萧汉手舞足蹈，侃侃而谈，竟意外赢得了一致好评。玛丽莲也似乎也没那么生他的气了，那句为自己的裹足不前而道歉，让玛丽莲误以为他是在向自己认错。这时来拿手机的爱慕透过玻璃窗看到了玛丽莲，等萧汉出来后连忙向他打听了一番。萧汉心情很好，无意中看到了公司给悠悠的行程安排，这让他更是喜上眉梢。于是萧汉开始在各个场合制造偶遇，结果非但没有引起女神的注意，还频频出丑。只剩最后一个机会，萧汉开始发动自己的狗头军师团，让他们想办法帮忙搭上悠悠。四人先搞定真正的老师，让他没法准时来上课，然后再由萧汉假装老师进入教室。结果萧汉只来得及和悠悠说句对不起，就被赶来的老师和保安扔出了教室。与此同时，玛丽莲的桌上被人放了盆含羞草，她下意识以为是萧汉，便回了封信放在萧汉桌上，上面写着我原谅你了，还附带一张电影票。萧汉看到这封信时，以为是悠悠接受了自己的道歉，他马上到玛丽莲办公室请了一下午假，准备赴女神的约。结果当他兴冲冲来到电影院时，却发现自己的上司也在。他二话不说，撒丫子窜出了放映厅，以至于跑丢了一只鞋。被当面放鸽子的玛丽莲怒火中烧，将鞋还给萧汉后拔掉他的车钥匙，大力出奇迹把他连人带车推下斜坡。好在萧汉是个老司机，这才没有车毁人亡。然而等他回到公司，等待他的是被打砸成废墟的办公室。萧汉受够阴晴不定的玛丽莲，正要去找他理论时，爱慕找上了门。他请写字好看的萧汉帮自己抄一份情书，接着便来到玛丽莲办公室，本想将信放到桌上离开，没想到被撞了个正着。于是他便满脸娇羞地将信交给玛丽莲。玛丽莲问他是谁，爱慕说萧汉是自己哥，接着一溜烟跑走。不出意外，玛丽莲又误会了。爱慕前脚刚走，萧汉后脚就来道歉认错。他思前想后，一定不能得罪领导，于是便满脸堆笑地表示想要弥补过错，重新开始。这无疑加深了玛丽莲的误会。悠悠有个海边的广告要拍，玛丽莲派萧汉前往监工，这机会萧汉求之不得，当即便回家收拾东西。玛丽莲也准备借此机会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，出发前还特地搜了男人喜欢什么，但百度的口味似乎有点重，看来又一场天大的误会即将发生。萧汉来到海边，却被常健告知拍摄工作已经结束。这时悠悠的经纪人找到萧汉，约他晚上见个面。萧汉内心狂喜，开好房打扮的花枝招展迎接女神的到来。然而他等来的不是悠悠，而是玛丽莲。玛丽莲直截了当问萧汉为什么要勾引自己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漂亮成熟又性感。萧汉一脸莫名加震惊。这时常健推门而入，问萧汉在这里开房是不是要会小情人。说完便看到了站在一旁的玛丽莲，于是自然的误会了两人的关系。为了不打扰他们的雅兴，常健迅速窜出去关门落锁，一气呵成。萧汉出了一脑门子汗，急忙向狗头军师团求助。常健躲在门外偷听。此时喝了不少酒的二人开始胡言乱语，胡作非为。玛丽莲更是展示了自己鞭子灭蜡烛的绝技。与此同时，收到消息的爱慕率先赶到了酒店，他推门而入，发现了正在性感热舞的玛丽莲。爱慕傻站在一旁看着，直到醉醺醺的玛丽莲摔倒在他怀里，嘴里却喃喃地叫着萧汉的名字。爱慕这才发现女神早就心有所属。翌日，萧汉醒来后蹑手蹑脚离开了酒店。这晚上之后，他心里突然生出了许多无力和没由来的伤感。玛丽莲也变得沉默。变化最大的还要数常健，他不仅不和萧汉抢车位，还早早帮他连占了3个车位，甚至还准备了丰盛的早餐。悠悠当上了代言人，听经纪人说全靠萧汉的帮忙，便提出请他吃饭，顺便将之前捡到的耳环还给萧汉。萧汉喜出望外，当即便答应了下来。然而两人的饭局却还是没有约成。悠悠有个工作临时要去泰国，
萧汉只能等他回来在一起吃饭。悠悠离开后，萧汉的生活又陷入了平静。于是为了找回心脏砰砰跳的那种激情和活力，他打算到泰国见悠悠。狗头军师团再次上线，常见也被拉了进来。但这次爱慕没什么心情，他照例趁没人时给玛丽莲送来一盆含羞草，桌上差不多已经被摆满。玛丽莲发现后问他究竟是谁，爱慕这次也想开了，鼓足勇气亲了玛丽莲一口，肉麻地说自己是他的含羞草。两人一吻定情。不久后，萧汉顺利来到泰国并见到了悠悠，然而他得到的比预想的少。悠悠当晚就要启程前往巴黎，萧汉最后的收获是一个苹果和一个吻，结果这个苹果还被晋升为老板娘的爱慕给啃了。这天，沈红买了2瓶红酒，嘱咐萧汉和姑妈过完生日早点回来。这时悠悠发来信息约见萧汉，萧汉当即将姑妈和沈红扔在脑后，陪着悠悠逛起了动物园。天色暗下来，才带着悠悠来到姑妈家，没想到沈红和女儿也在这里，气氛一时间异常尴尬。萧汉不知道怎么向众人介绍悠悠，他心跳加速，手上的检测仪滴滴作响。这时汤怀冲进来救场，说悠悠是自己女朋友，打着哈哈将人带走。萧汉整晚都很沉默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是怎么回事，更何况作为妻子的沈红。狗头军师团再次演戏将萧汉带走。萧汉来到酒店找悠悠，诚恳地向他道歉，可惜他最应该道歉的是老婆和孩子。两人正准备进入正题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原来悠悠也是有男朋友的人，两人这属于王八找王八了。萧汉被推搡着躲到窗外，一夜过后楼下站满了围观群众，沈红也焦急地喊着让他不要冲动，萧汉则绝望地跳了下去，但他并没有死，因为从那晚过后一切就都是一场梦。短暂的精神出轨后，萧汉回归了家庭，全片主旨不明，还是要告诫各位观众老爷，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有转圜的余地，不管哪种出轨都不可取。